脸上长满像章鱼一样的触手，身形庞大。如果它苏醒，世界就会变成人间地狱。它究竟是恐怖实验失败后的产物，还是骗局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。今天我们来讲一下神话中的怪物克苏鲁。它在1926年由美国小说家洛夫克拉夫特撰写的短篇小说《克苏鲁的呼唤》中首次正式露面。尽管它不是真实的生物，但是以它庞大的体格和扭曲的构造，很难让人相信这是被构思出来的。不过在今天这个年代，我相信了，毕竟咱们还有 SCP 了嘛，对吧？今天我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史诗级的巨兽克苏鲁。第一次做有讲得不好的地方，还请大佬们多多包涵。克苏鲁是数百米高的类人猿怪物，它的背上有一对翅膀，就像人、章鱼和蝙蝠的结合体。在信徒的眼里，它是不朽的神灵。克苏鲁一族被认为是来自遥远的行星，他们降落在太平洋的大陆上，建造了许多伟大的石头城。当他们抵达的时候，就遭到了许多种族的反对。最后两个团体达成协议，瓜分了地球。突然，克苏鲁便莫名其妙地进入了深度睡眠。在他沉睡的过程中，地球上出现了人类。克苏鲁则通过梦境和人类的思维交流，建立了自己的组织。他们可能实际上存在，又或者部分存在于人类无法感知的维度中。克苏鲁曾经统治过地球，总有一天他还会再次统治地球的。随着故事的发展，灾难发生的时候，克苏鲁一族被困在海底的石头城里，但是地震会把石头城的一部分推回地面，在海洋当中上升了好多次，但都没有保持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信徒越来越多，他们都认为克苏鲁一直位于南太平洋的石头城中。它有着章鱼一样的头部，面部有大量的触角组成，鳞片状，像橡胶似的身体，前后脚上都有利爪。它的力量是巨大的，即使在睡眠状态也能够影响人类的思维，并创造了一个支离破碎但遍布全球的崇拜者组织，把它视为神。信徒们都相信恐怖的克苏鲁会醒过来，重新获得应有的星球统治者的地位。作者笔下还介绍了克苏鲁神话的组织，这是一个由人类组成的邪教组织。他们坚信克苏鲁的回归是不可避免的，并且正在努力地加快这一进程。他们预言克苏鲁崛起之时，人类将抛弃文明的观念，随之而来是世界的混乱。作者在克苏鲁的呼唤中描述了石头城的坐标，人类可以在南纬47度9和西经126度43中找到这座城市，就连这座城市的建筑也超出了人类的理解力。作者将其描述为充满奇特的角度和曲面的构造，一会儿凹下去，一会儿又凸出来。1997年，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深处发现了一种神秘的声音，最初是冷战期间来探测苏联潜艇的水下麦克风，在南纬50度、西经100度附近的某个地方录制到非常响亮的声音。当加快声音的速度时，听起来发音就像 B1，这种噪音类似于。都玩过。如果大家对克苏鲁有什么自己的看法，可以来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的话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吧。